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介绍的书是藤川德美先生的《抗抑郁饮食》。藤川德美先生是一位治疗心理问题的精神科医生，同时还是一家诊所的院长。他在与患者的接触中，深刻感受到，医疗界往往忽视了营养的重要性。营养并非仅仅通过大量进食就能获得，单纯进食并不能确保获取所需的营养素。如果营养素不足，身体就会进入营养不良的状态。他指出，许多心理不稳定的人正处于这种状态。要改善这种情况，必须进行营养疗法。藤川先生建议的营养疗法包括蛋白质和维生素等补充剂。然而，仅仅依靠补充剂是不够的，饮食同样重要。对于那些感觉不适、可能处于抑郁症预备状态的人来说，首先需要重新审视饮食内容，然后再用适当的补充剂进行补充，这才是正确的方式。如果你有情绪低落、没有动力，容易对周围的人发脾气，早上难以醒来，或因压力而暴饮暴食，这些都可能是抑郁症的早期症状。本书提供了通过饮食和补充剂的平衡来预防这些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的建议。思考一下如何使用补充剂和蛋白质。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首先要吃肉，营养不足由肉类来解决；第二，绝对不要吃这些。预防抑郁症的最佳饮食法。首先，第一部分，要改善营养不足。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增加蛋白质的摄入。我们的肌肉、骨骼、皮肤、内脏、头发等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不仅如此，血液、代谢酶、消化酶、激素等也是以蛋白质为原料的。蛋白质在血液中负责运输营养素，体内作为化学反应的催化剂，维持生物体的恒定状态，还转化为骨架的纤维状蛋白质等，因此是体内多种重要作用的关键营养素。相反的，如果蛋白质不足，代谢酶和激素的缺乏会影响体内的基本功能。蛋白质也直接影响心理健康，因为蛋白质是神经递质的原料。神经递质是指在脑内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物质，如有助于安定情绪的血清素和使人感到愉悦的多巴胺，这些都是重要的神经递质。如果蛋白质不足，这些神经递质的生成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对心理状态产生不利影响。此外，谷氨酸、伽马氨基丁酸、甘氨酸等几种氨基酸本身也起到神经递质的作用。由于神经递质不足或无法正常工作，会导致抑郁症的前兆。体内的蛋白质在不断的分解和合成过程中，新的细胞会替代旧的细胞。例如，肝脏的蛋白质大约每2周更新一次，红血球约120天更替一次，肌肉的蛋白质每180天更替一半。作为补充，可能会有人提到通过自噬来重新利用蛋白质的情况，但仅靠自噬并不能完全满足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因此还是需要从外部摄取一定量的蛋白质。本书中提到，对于成年人来说，每天体内会分解200克到300克的蛋白质，其中50克到70克必须通过食物摄取。这是根据个人的症状和目标，可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关键在于你需要摄取50克到70克的蛋白质。这并不是说只要吃50克牛排就够了，因为不同的肉类蛋白质含量不同。一般来说，大约20%的肉是蛋白质，所以为了摄取50克到70克的蛋白质，通常需要吃大约300克的肉。不过，有些人可能无法吃这么多肉。实际上，不能大量吃肉的人，可能本身就存在蛋白质严重不足的问题。为何肠道本身也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因此，蛋白质不足会影响胃肠的健康运作。此外，正如之前所说，消化酶也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所以蛋白质不足会导致消化酶的缺乏，进而影响整体的消化吸收能力。也就是说，蛋白质不足会影响到消化吸收的基本功能。结果是，由于蛋白质不足，可能无法进食足够的肉类，而不能吃肉又会进一步加剧蛋白质的不足，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因此，作者建议，首先通过摄取蛋白质补充剂，如蛋白粉来补充蛋白质，从而调整胃肠功能。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我们通常关注食物纤维和发酵食品等促进肠道健康的食品，但蛋白质的摄取同样至关重要。调整胃肠健康后，下一步就是如何有效地摄取蛋白质。本书推荐的蛋白质来源是动物性蛋白质。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结合而成，其中一些氨基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必须通过食物摄取。这些氨基酸被称为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共有9种，如果其中任何一种不足，那么蛋白质的合成量也会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只有当9种必需氨基酸均衡存在时，才能生成足够的蛋白质。接下来，我们需要了解还有平衡必需氨基酸的蛋白质来源。蛋白质主要分为动物性蛋白质和植物性蛋白质。作者特别推荐了摄取大量的动物性蛋白质。为了高效摄取蛋白质，我们需要知道食物中蛋白质的含量比例。作为一个指标，可以参考蛋白质评分。蛋白质评分是用来评估食品中蛋白质质量的指标，基于鸡蛋和牛奶中的氨基酸评分而来。通过参考蛋白质评分，我们可以选择更高质量的蛋白质来源。作者认为，氨基酸评分的标准相对宽松。比如，肉类的评分通常为100，大豆的评分也相对较高，因此推荐使用蛋白质评分来确定所需的蛋白质量。在网上可以搜索蛋白质评分，相比植物性蛋白质，动物性蛋白质的蛋白质评分显著更高。蛋白质评分为100的食品只有鸡蛋和蛤蜊。基于蛋白质评分的标准，基本上应该优先摄取动物性蛋白质，而不是植物性蛋白质。此外，通过蛋白质评分，我们可以计算出摄取10克蛋白质需要的食物量。例如，牛肉65克，猪肉83克，鸡肉55克，奶酪50克，三文鱼58克，鸡蛋79克，大约1.5个鸡蛋。一方面，植物性食品如豆腐330克才含有10克蛋白质，这说明其效率非常低。而要通过豆腐来达到这些需求，就需要吃1.5公斤以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蛋白质评分高的食品主要是肉类、鸡蛋和鱼类。问题就变成了，是选择肉类还是鱼类呢？确实，鱼类的蛋白质也是优质的，但由于鱼肉可食用的部分较少，很多时候即便吃了鱼，实际摄取的量也很有限。例如，如果晚餐吃一条秋刀鱼，秋刀鱼的可食用部分大约为100克到130克，但去骨后实际只剩一半。相反，200克牛肉作为材料，这样可以轻松摄取30克以上的蛋白质。所以要考虑多摄入肉类，尤其是对于食量较小的人来说，吃肉能更高效地摄取蛋白质。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肉类：牛肉、猪肉和鸡肉。首先来看牛肉。牛肉除了含有我们积极想要的矿物质铁，还富含锌等矿物质。草饲的瘦肉含有更多优质脂肪酸，如 Omega-3 脂肪酸，因此更为推荐。此外，无论是牛肉还是猪肉，都有很多不同的部位。一些人可能会不知道选择哪个部位更好，但通常情况下，对于部位不必过于挑剔。例如，铁含量最高的是肝脏，但很多人可能对肝脏不感兴趣。对于不喜欢肝脏的人来说，不必强迫自己吃大量肝脏。牛肉的瘦肉也能提供足够的铁和蛋白质，同时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不过调味料方面需要注意。此外，有些人可能对牛肉的安全性有所担忧。确实，美国的牛肉中使用了雌激素等激素和抗生素，这些可能增加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尽管价格便宜，频繁食用美国牛肉并不推荐，尽量选择安全产地的牛肉。在养殖过程中使用激素和抗生素方面，日本、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牛肉相对较为安全。接下来谈谈猪肉。猪肉含有丰富的多种营养素，包括蛋白质、铁、帮助能量代谢的维生素 B1
保持皮肤和体内黏膜健康的维生素 B2， 以及支持肌肉生成和血液酸碱平衡的维生素 B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猪肉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1。此外，猪肉中的维生素 B1 不容易在加热过程中破坏，所以在体内吸收率也非常高。而且，猪肉价格实惠，易于融入日常饮食中，因此猪肉是恢复疲劳的理想食材。接下来看看鸡肉。鸡肉的一个特点是比其他肉类更容易消化。鸡肉中含有丰富的必需氨基酸，其中有一种特别的氨基酸叫做蛋氨酸。蛋氨酸可以提高肝脏的功能，预防脂肪肝，同时也能延缓全身老化。鸡肉中还含有一种叫做抗疲劳肽的成分，这种成分由氨基酸结合而成，被认为有助于减轻疲劳。例如，50克鸡胸肉中含有200毫克的抗疲劳肽，因此鸡肉可以说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与猪肉一样，鸡肉也非常适合用于疲劳恢复，因此可以作为力量训练后的蛋白质来源来有效利用。除了牛肉、猪肉和鸡肉，羊肉也富含丰富的铁和锌，并含有一种高效燃烧脂肪的成分左旋肉碱。至此，我们已经对牛肉、猪肉和鸡肉进行了详细介绍。虽然每天吃自己喜欢的肉类也不错，但将各种肉类融入饮食中可以使营养更加均衡。因此，建议不要只吃牛肉或猪肉，而是尝试多种肉类。在讨论减少摄入量的食品之前，首先需要讲解的是作为重要蛋白质来源的鸡蛋。鸡蛋的营养价值极高，在蛋白质评分中取得了最高的100分。除了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外，鸡蛋几乎含有身体所需的所有营养素，因此可以说鸡蛋是一种几乎完美的营养食品。鸡蛋中几乎包含了维持生命和促进生长所需的所有营养素。此外，鸡蛋中还含有大量的卵磷脂，卵磷脂中含有一种叫做胆碱的成分。胆碱是合成脑内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必要材料。抑郁症通常被认为是由于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减少引发的，而乙酰胆碱的减少也是其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头脑昏沉、活力丧失、记忆力或思考力下降等症状，可能是由于乙酰胆碱减少所导致的。因此，鸡蛋中含有的卵磷脂和胆碱被认为对心理健康有积极贡献。然而，吃鸡蛋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生吃蛋白，因为会抑制生物素的吸收。不过，通过加热可以破坏这种成分，从而消除其影响。此外，蛋白中含有的卵白素也会在加热过程中被破坏。这种卵白素会阻碍蛋白质的吸收，并可能引发鸡蛋过敏。生食鸡蛋还可能含有导致食物中毒的沙门氏菌，因此蛋白必须加热至从透明变为白色才可食用。不过，烹饪鸡蛋时也要避免过度加热，过度加热可能会降低其中蛋白质的吸收率。因此，鸡蛋料理最好保持一定程度的嫩滑状态。半熟的鸡蛋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建议在餐桌上加入一些半熟鸡蛋。接下来第二部分，讨论应该减少的食品，预防抑郁症的最佳饮食法。首先，第一要减少的就是精制糖类。精制糖类指的是通过精制过程变成白色的糖类，如糖、白米、小麦粉等。摄入这些精制糖类会迅速提高体内的血糖水平。为了抑制血糖的上升，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胰岛素的激素，特别是在空腹时，如果摄入甜饮料等精制糖类，血糖会迅速升高，身体会分泌大量胰岛素来应对。大量的胰岛素会使血糖急剧下降，进而导致低血糖状态。为了恢复正常的血糖水平，身体会分泌升糖激素，如胰高血糖素、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些激素的生成需要氨基酸、B 族维生素以及锌和镁等矿物质。也就是说，大量摄入精制糖类会导致体内对这些激素的需求增加，从而消耗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导致它们的不足。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不足会影响单胺类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合成。
血清素与情绪稳定相关，去甲肾上腺素与动机产生相关，多巴胺则与快感体验相关。这些物质的减少可能成为抑郁症的一个原因。因此，过度摄入精制糖类可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提高抑郁症的风险。为了降低这些风险，减少精制糖类的摄入及进行糖类限制非常重要。然而，也经常听到有人觉得糖类限制很难坚持，这通常是因为在进行糖类限制时，未能足够摄入蛋白质和脂肪，单纯减少糖类摄入。因此，特别是女性在开始糖类限制时，建议首先通过摄入高蛋白食物和铁来改善体质，并采取一种温和且可持续的糖类限制方式。要顺利实施糖类限制，最好先保证摄入充足的肉类、鱼类、鸡蛋和奶酪等食物，而不是一开始就强行减少糖类摄入。另外，像红薯、芋头等虽然糖类含量高，但属于非精制糖类，且含有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所以适量食用也没问题。胡萝卜、莲藕、牛蒡等其他根菜类也可以像对待淀粉类食物那样处理。如果实在想吃面包，可以考虑偶尔食用全麦面包。接下来要减少的食物是反式脂肪酸，被称为疯狂脂肪的反式脂肪酸是绝对不能摄取的脂肪。反式脂肪酸是在植物油中生成人造黄油或起酥油时，或在高温脱臭过程中产生的。它的脂肪分子中碳和氢的结合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异常且不健康的结合，因此不仅对健康有害，还可能带来很多健康问题。实际上，过量摄入反式脂肪酸会增加心肌梗塞等动脉疾病的风险，同时与肥胖和过敏性疾病也有关联。为了防止这些健康危害，美国 FDA 于2018年6月宣布禁止在食品中添加反式脂肪酸。欧美国家也对含有一定量以上反式脂肪酸的产品实施了销售禁令。日本人饮食与欧美不同，反式脂肪酸的含量通常低于国际目标值1%，因此没有强制标示含量的义务。反式脂肪酸不仅来自直接摄入的人造黄油和起酥油，还会从使用这些油脂制作的高脂肪零食和食品中大量摄入。如果你经常吃便利店的甜点，可能已经摄入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请务必了解你所吃的食物中的成分，并做出明智的选择。另外，食用油中也发现了类似反式脂肪酸的危险物质，即使是标有沙拉油或植物油脂等的产品，也应尽量避免。植物油脂现在普遍存在于各种零食中，因此查看配料表是必要的。此外，使用这些油脂制作的调味品和人造黄油也最好避免。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最后一种应避免的食物，即营养不佳的劣质蔬菜。蔬菜对健康有益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然而，现代蔬菜面临一个问题，即经过多次品种改良后，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大幅减少。这一问题还与土壤中矿物质的减少和种植方法有关。具体来说，许多在便利店出售的蔬菜看似普通，但实际上是采用了所谓的促成栽培方法进行生产。促成栽培指的是通过调节温度和光照，加速蔬菜或花卉的生长，使其比正常种植更早被收获。虽然这些促成栽培的蔬菜外观与普通蔬菜相差不大，但相较于从土壤中充分吸收营养的普通蔬菜，它们的营养价值较低。此外，即使是常规种植的蔬菜，其营养价值也在下降。这是因为为了提高生产力，使用了大量化肥和农药，导致土壤矿物质平衡被破坏，从而降低了农作物的营养价值。而且，现代蔬菜和水果经过品种改良后，虽然糖分增加，但蛋白质、脂肪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其他营养素的含量大幅减少，其营养价值较低。吃蔬菜本身是非常好的，但结果可能是你吃的蔬菜营养成分不足。因此，建议选择品质稍微高一些的蔬菜，比如有机种植的蔬菜，以确保摄入的食物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的新频道学识 Plus 已经上线了。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